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你真的打算穿这身去同学聚会？刘秘书难以置信地看着一身工装的陈明远，为什么不呢？陈明远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15年前，他嫌我穿不起好衣服，15年后，我穿什么都是我的选择。刘秘书叹了口气，递上车钥匙，那至少开辆像样的车吧。不了，陈明远摇头，目光深远。有些人看重的永远是表面。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工地的尘埃在夕阳下飞舞，陈明远站在办完工的摩天大楼前，满意的点点头。作为远大建筑机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每周亲自巡视工地已经成为他雷打不动的习惯。10年来，他从不放松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这也是远大公司能在短短10年间成为行业领头羊的关键所在。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陈明远擦了擦满是灰尘的手，掏出手机，来电显示是大学同学张伟。喂，老张，老陈，今晚别忘了啊，毕业15周年同学聚会，7点半，香格里拉大酒店凯旋厅。张伟的声音透着兴奋，大家都确认来了，就等你了。陈明远沉默了一瞬，15年了，他几乎与大学同学断了联系。特别是在那次毕业典礼上的难堪之后，记忆深处，林佳琪那轻蔑的眼神和刺耳的话语，至今仍能让他心头一颤。林佳琪也会来吗？他试探着问道。当然啦，他现在可是国际知名奢侈品牌的大区经理，人漂亮，事业也成功，听说还跟赵志强走得很近。张伟顿了顿，哦，对了，你俩不是都过去了？陈明远的声音平静如水，心里却泛起一丝涟漪。林佳琪，他大学的初恋，也是他心中的一道伤疤。当年他因为嫌弃他家境贫寒而选择了富二代赵志强，那场分手闹得整个学院都知道。那你来不来？大家都很期待见到你。陈明远看了看手表，又望了望工地上忙碌的工人们，项目今天必须完成阶段性验收，估计要忙到6点多，根本来不及回家换衣服。我会去，不过可能会迟到一会儿。他最终决定道。15年来，他一直在逃避那段记忆，或许是时候正面面对了。挂断电话，陈明远重新投入工作。晚上6点半，当最后一项检查完成后，他已经满身尘土。看了看时间，如果回家换衣服再去聚会地点，肯定要迟到很久。算了，就这样去吧，他对自己说，反正也只是见见老同学。陈明远没有开他那辆价值不菲的豪华轿车，而是选择了平时工地巡视用的普通商务车。一路上，他的思绪不断飘回大学时光。那时的他家境一般，靠着奖学金和做兼职勉强维持学业，但他聪明勤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大3那年，他认识了系花林佳琪，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坠入爱河。他们曾是校园里人人羡慕的模范情侣。直到毕业季来临，当时林佳琪已经拿到了一家外企的 offer， 而陈明远则准备接受一家普通建筑公司的技术员职位。就在毕业典礼前夕，林佳琪突然提出分手，理由是两人未来的发展轨迹不同。我不能跟一个没有前途的人在一起，他当时这样说。随后转身投入了赵志强的怀抱。赵志强是他们班的富二代，家里有建筑公司，毕业后就能当上副总。
那时的羞辱和背叛，成为陈明远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7点20分，陈明远抵达香格里拉大酒店，豪华的大堂灯火通明。他穿着沾满灰尘的工装和安全鞋，引来服务员和宾客的侧目，但他并不在意，径直走向电梯，来到凯旋厅门口。陈明远深吸一口气，推开了大门。刹那间，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这位不速之客身上。宴会厅里，同学们西装革履，衣香鬓影，觥筹交错间，谈笑风生。陈明远的出现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一圈圈涟漪。是陈明远吗？有人小声问道。天哪，他怎么穿成这样来参加聚会？张伟率先反应过来，快步迎了上去。老陈，你终于来了。他热情地拍了拍陈明远的肩膀，却不慎沾了一手灰尘，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抱歉，工地刚忙完就直接过来了，没来得及换衣服。陈明远微笑道，眼神却下意识地搜寻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很快，他看到了林佳琪。15年过去，她依然光彩照人，精致的妆容，名牌礼服，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和成熟。她正依偎在赵志强身边，两人看上去颇为亲密。林佳琪显然也注意到了陈明远，他愣了一下，随即凑近赵志强耳边说了什么。赵志强看了过来，眼中闪过一丝轻蔑的笑意。张伟引着陈明远向众人介绍，大家肯定都记得陈明远吧？我们班的学霸。人群中传来善意的笑声和问候，但气氛明显有些微妙。陈明远走到一张空桌前坐下，感受到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陈明远，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啊？一位同学好奇地问道。陈明远简单的回答，在一家建筑机械公司。做什么职位？跟机械打交道。他含糊其辞，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时，林佳琪端着酒杯走了过来，赵志强紧随其后。他上下打量着陈明远，目光在他沾满灰尘的工装上停留，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陈明远，好久不见。他的声音依然甜美，却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意味。看来这些年你过得很实在啊，托你的福。陈明远平静地回答，并未表现出任何不适。林佳琪轻轻摇晃着酒杯，红酒在灯光下闪烁着微妙的光泽。看来有些人这么多年还是没什么变化，还在打零工啊。这话一出，周围响起几声轻笑。陈明远面不改色，只是淡淡的笑了笑。赵志强得意地搂住林佳琪的腰，佳琪，别这样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们这样做大项目、住豪宅的。他故意提高了声音，让周围的人都能听见。正当气氛变得尴尬时，一位温婉的女子走了过来。陈明远，好久不见，是李梦。大学时一直默默喜欢陈明远的女生，现在是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李梦，你也来了。陈明远眼中闪过一丝暖意。李梦是少数几个在大学时对他真诚相待的人之一。来，我给你倒杯饮料。李梦体贴地递给他一杯果汁。你看起来很累，刚从工地过来吧？陈明远感激地点点头。这时，王勇也走了过来。作为陈明远大学时的室友，王勇现在是一家知名媒体的记者，对真相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老陈，15年不见，你还是那么低调。王勇的目光中闪烁着探究的光芒，似乎看穿了什么。聚会正式开始。张伟作为组织者致欢迎词，
随后，大家开始轮流介绍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和成就。赵志强率先发言，豪情万丈地讲述着自己如何将家族企业发展壮大，如何刚刚接手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的重大工程项目。在场的同学无不露出羡慕的神色。我最近刚接手的这个项目，用的可都是国内顶尖设备，质量绝对一流。赵志强说着，故意看了陈明远一眼，不像有些小公司的产品廉价低质。林佳琪也不甘示弱，详细介绍了自己如何从一名普通销售成长为国际奢侈品牌的大区经理，期间还不忘强调自己的眼光有多么独到。当初我就知道，选择决定命运。他意有所指地说道，目光飘向陈明远。有的人只会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而有的人却懂得借助平台和资源实现人生跨越。陈明远坐在角落，安静地听着大家的分享，脸上始终挂着平静的微笑。他偶尔会瞥一眼手机，似乎在关注着什么重要信息。当轮到陈明远发言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已经介绍了自己光鲜亮丽的职业和生活，而这个穿着工装的老同学显得格格不入。我没什么好说的。陈明远站起身，语气平淡。毕业后一直在建筑机械行业工作，每天和机器打交道。具体做什么的呀？有人问道。就是跟工地、机械设备相关的工作。陈明远依然保持着模糊的表述。哦，是修理工之类的吗？林佳琪轻声问道，语气中满是优越感。差不多吧。陈明远不置可否。怪不得穿成这样。赵志强大声笑道，工人嘛，能理解。就在气氛几乎凝固的时刻，陈明远的手机突然响了。他看了一眼，眉头微皱，抱歉，我接个电话。说完，他走出了宴会厅。李梦担忧地看着陈明远离去的背影，转头瞪了林佳琪一眼。林佳琪毫不在意，与赵志强碰杯，两人相视一笑。陈明远站在酒店长廊上，认真地接听电话。电话那头是公司技术部门的紧急汇报，一个重要项目出现了技术问题，需要他拍板决定，按照 B 方案处理，增加3个支撑点，确保安全系数提高 20%。 陈明远沉稳地下达指令，材料成本增加的部分公司承担，不要影响工期。陈明远说话时，恰好李梦从宴会厅出来，想透透气。他站在拐角处，无意中听到了陈明远的对话，那沉稳的语气、专业的术语以及不假思索的决断力，与宴会厅内那个沉默寡言的普通工人判若两人。电话挂断后，陈明远转身，正好与李梦四目相对。你不只是个普通工人，对吗？李梦试探性地问道。陈明远微微一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不是吗？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你的真实身份？李梦不解地问。陈明远望向远处，有些人看重的只是表面的光鲜亮丽，而非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我只是想看看15年后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李梦若有所思，是因为林佳琪吗？陈明远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我们回去吧，别让人等急了。两人回到宴会厅，林佳琪正在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如何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脱颖而出。他注意到李梦和陈明远一起回来，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李梦，你们聊什么呢？这么投机？林佳琪笑着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试探。没什么，只是聊聊各自的工作而已。李梦平静地回答。
赵志强端起酒杯，环视四周。今天这个局可真是人生百态啊！有人光鲜亮丽，有人平平无奇。他故意提高声音，不过这才是真实的社会，不是吗？人群中响起一阵附和声。陈明远只是微笑着听着，目光时不时落在林佳琪身上，那眼神深邃而平静，仿佛在透过现在的他，看到15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女孩。林佳琪被他的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举起酒杯提议道：不如我们每个人都分享一下自己成功的秘诀吧。他刻意环视一周，目光故意掠过陈明远。一时间，宴会厅内充满了各种成功经验，有人强调人脉重要，有人谈及机遇把握，还有人分享投资技巧。轮到陈明远时，他只是简单地说：他是做事不忘初心。这朴素的话语在一片华丽辞藻中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引来几声轻笑。但王勇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目光落在陈明远手腕上那块不经意间露出的名表上。那是一款限量版的高端腕表，价值不菲，与他身上的工装形成了鲜明对比。宴会进行到一半，饭局间隙，王勇悄悄拉住陈明远，走到一个安静的角落。老陈，别装了。王勇直截了当地说：你那表是限量版的百达翡丽，全球只有20多块，普通工人戴得起吗？陈明远笑了笑，果然瞒不过你这个记者的眼睛。为什么要隐藏身份？王勇追问。你现在到底是做什么的？陈明远沉默片刻，慢慢道出了实情。毕业后，他从一家建筑机械公司的普通技术员做起，凭借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发现了行业中的一个重大技术痛点。他日以继夜地研发出一套创新解决方案，最终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远大建筑机械有限公司。短短10年间，公司从小作坊发展成为行业领军企业，而他也从籍籍无名的技术员成长为叱咤风云的董事长。现在，我们公司的设备占据了国内高端市场40%的份额。陈明远平静地说，包括赵志强刚才吹嘘的那个大项目，用的也是我们公司的设备，只是他不知道罢了。王勇震惊地看着他，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特别是让林佳琪知道，他当年是怎样错过一个未来的亿万富翁？陈明远摇摇头，我不是来炫耀的，我只想知道，15年后，谁会真心对待一个穿着工装、满身灰尘的普通工人？这样测试人心，会不会太苛刻了？王勇皱眉，很多老同学其实挺善良的，只是不善表达。我不是来找茬的。陈明远的目光转向林佳琪的方向，只是想看看她是否还是当年那个肤浅的女孩，是否还是以貌取人，唯利是图。王勇看着老友脸上复杂的表情，拍了拍他的肩膀，别太在意过去了，人都会变的，希望如此。陈明远淡淡地说。两人回到宴会厅，发现李梦正独自坐在一旁。陈明远坐到他身边，一个人在想什么？李梦微笑着看向他，在想大学时的事。还记得那次你熬夜帮我完成程序设计作业吗？那时候就觉得你将来一定不简单。陈明远有些意外，你还记得那件事？当然记得。李梦的眼神真诚而温暖。那时候很多人都看不起你家境不好，但我一直觉得你才是最有潜力的人。陈明远心头涌起一丝暖意。正当两人交谈甚欢时，赵志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什么？
设备出问题了？怎么可能？他大声质问电话那头，引来众人注目。马上联系供应商，让他们立刻派人来处理。挂断电话后，赵志强额头冒出冷汗。该死，刚接手的项目设备出了问题，可能面临巨额索赔。林佳琪关切地问：是什么设备？哪家公司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顶级设备，远大公司的。赵志强咬牙切齿，这下完了，客户要求2小时内解决，否则追究违约责任。听到远大公司3个字，陈明远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但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拿出手机查看信息。林佳琪不屑地说：这种公司的设备也敢用，肯定是小公司，质量控制不严，你该起诉他们，索赔损失。对，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赵志强愤怒地说，随后环顾四周，有谁认识建筑机械行业的人吗？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众人纷纷摇头。这时王勇意味深长地看了陈明远一眼。陈明远沉默片刻，缓缓站起身，拨通了一个电话。喂，李总监，我是陈明远。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沉稳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关于赵总的那个项目，设备出现了什么问题？瞬间，整个宴会厅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陈明远身上，特别是赵志强。他的脸色从愤怒转为困惑，再到震惊。我明白了，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B， 调派最优秀的技术团队过去，1小时内必须解决问题。陈明远语气果断，充满决断力，告诉客户，任何损失远大公司全额赔付，绝不推诿。宴会厅内一片寂静，只有陈明远平稳有力的声音回荡。林佳琪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他曾经嘲笑的普通工人。对了，陈明远继续说道，目光直视赵志强，检查一下是否是安装问题。记得赵总为了节省成本，没有按照我们的建议使用专业安装团队，而是找了便宜的第三方。赵志强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陈明远挂断电话，房间里静得可怕，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这个身着工装的男人身上，仿佛第一次真正看清他一般。你是远大公司的人？赵志强结结巴巴地问道。陈明远淡淡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赵志强。陈明远，远大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赵志强看着名片，如遭雷击，双手微微颤抖。林佳琪更是面如土色，那张精心装点的面孔上写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整个宴会厅瞬间爆发出一阵惊呼和窃窃私语。天哪，他居然是远大公司的董事长，那可是行业龙头啊，市值超过100亿的企业。我还一直以为他只是个普通工人。陈明远环视四周，目光最终落在林佳琪身上。问题会在1小时内解决，赵总不用担心。他的语气平静，仿佛只是在谈论天气。不过，我建议你们公司以后按照标准流程操作，不要为了节省成本而忽视安全细节。赵志强脸上的表情从震惊逐渐变为谄媚。陈董事长，实在是太感谢您了，早知道是您的公司，我一定亲自去拜访。林佳琪也迅速调整表情，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明远，没想到你这些年这么成功，真为你高兴。陈明远只是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周围的同学们则纷纷围了上来，一改先前的漠视态度。
争相向这位隐藏的富豪敬酒示好。陈董真是太低调了，早就知道你不简单，有时间一定要多联系啊。面对突如其来的热情，陈明远保持着礼貌的微笑，但眼中却闪过一丝冷意。他看着这些前一刻还对他不屑一顾，此刻却争相巴结的老同学，心中感到一阵悲凉。赵志强殷勤地倒了一杯酒，双手奉上：“陈董，之前多有冒犯，还请海涵。您的设备确实是业内最好的，我们合作很愉快。”陈明远接过酒杯，不动声色地问：“赵总，你知道为什么设备会出问题吗？”赵志强额头冒汗：“可能是操作不当。”不，陈明远直视着他的眼睛：“是因为你违反了使用规范，为了省钱用了劣质配件替代原装件，还篡改了维护记录。”赵志强脸色大变：“这怎么可能？我们公司的每一台设备都有实时监控系统，所有数据都会传回总部。”陈明远平静地说：“你以为做了手脚就没人知道了？”宴会厅内再次陷入寂静，赵志强彻底慌了神，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林佳琪试图挽救局面，挽着陈明远的手臂：“明远，这么多年不见，你变化真大，还记得我们大学时的事吗？”“其实我一直……”陈明远轻轻挣脱他的手：“林小姐，请自重。”这简单的4个字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让林佳琪瞬间僵在原地。“各位！”陈明远环顾四周，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我今天来这里，不是为了炫耀什么，只是单纯想见见老同学。至于我为什么穿工装，很简单，因为我刚从工地过来，来不及换衣服。”他顿了顿，继续道：“不过通过今晚的聚会，我倒是看清了很多人的真面目。”赵志强急忙插话：“陈董，有话好说，我们的合作一直很愉快，不是吗？”陈明远看着他，语气平静但坚决：“从今天起，远大公司终止与赵氏集团的所有合作，你们的项目问题我们会负责到底，但合作结束后，请另寻供应商。”这话一出，赵志强如遭雷击，面如死灰：“陈董，您不能这样，我们集团离不开您的设备啊，这个决定不会改变。”陈明远态度坚决，随后转向众人：“抱歉，我得先走了，还有工作要处理。”就在他准备离开时，李梦站了起来：“我也走了，这样的聚会让人窒息。”王勇也站了起来：“等等，我跟你们一起。顺便，赵志强违规操作导致安全隐患的事，我想这是个很好的新闻素材。”赵志强顿时面如土色：“王记者，有话好说啊！”林佳琪急忙上前拉住陈明远的手：“明远，我知道当年是我不对，但人是会变的，15年了，给我个机会好吗？”陈明远看着他，目光平静而疏离：“林小姐，你当年的选择没错，你看重的是外在光鲜和物质条件，而这恰恰是我最不在乎的。15年过去，你依然如此。”林佳琪急了：“我不是那样的人，你只是看到了我现在的身份和地位。”陈明远打断他：“如果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你会这样吗？”林佳琪哑口无言。陈明远环视众人：“真正的成功不是用来炫耀的，而工装也不是羞耻的象征。”他提醒我永远不要忘记初心，不要被表面的光鲜所迷惑。说完，他转身离开。李梦和王勇紧随其后，张伟和几位真心实意的老同学也选择跟他们一起离开，留下赵志强、
林佳琪和其他人面面相觑，走出豪华酒店。陈明远松了口气，李梦关切地问：“你还好吗？”从未如此轻松。陈明远微笑道。王勇打趣道：“董事长大人，现在是不是该上豪车离开，完成今晚的高潮？”出乎意料的是，陈明远没有走向停车场的豪车区，而是解锁了一辆普通的电动车。这是李梦惊讶地问：“我平时上下班的交通工具。”陈明远笑道：“豪车太招摇，也不环保。”王勇大笑：“果然是你的作风。”正当几人准备分别时，陈明远的手机再次响起，是公司海外项目的负责人通知他明天要飞往迪拜考察一个重大项目。挂断电话，陈明远若有所思地看着夜空。其实今晚的聚会对我来说只是行程中的一个小插曲。李梦好奇地问：“那为什么还要来呢？”可能是想看看过去的自己走了多远，也可能是想证明自己已经不在乎过去的伤痛了。陈明远轻声回答。夜风轻拂，陈明远突然释怀地笑了：“走吧，去吃点真正的美食。我知道附近有家老店的麻辣烫特别好吃。”四人说笑着走向街角的小店，身后是灯火通明的豪华酒店。陈明远骑着普通电动车的身影，最终消失在城市的夜色中。在这个浮华而现实的世界里，他明白了一个真理：真正的成功不是外在的光环，而是内心的笃定。真正的朋友不是看你身份地位，而是欣赏你的本质和价值。15年的奋斗让他不仅收获了事业的成功，更获得了看清人心的智慧。电动车的引擎声轻轻响起，带着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至于那场同学聚会和那些变了脸的人们，终将如过眼云烟，在记忆中渐渐淡去。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